大家好，我是大伟。我相信很多朋友啊都听过50肩这个词，为什么前面要加个50呢？因为有很多人到了50岁啊前后左右的时候呢，就发现这个肩膀上面，一抬起来里面咯噔咯噔响，这个肩膀的活动范围啊大大的受限。同时啊，这个天气突然的变化，刮风下雨天，里面就开始酸溜溜的。那么今天呢，我教你一个拿手的一个绝活。这个绝活啊，叫做肩5点，准确来说是3点加2条大筋。你跟着我做完以后啊，你会发现，你甭管这个肩膀里面是不是咯噔咯噔的，或者活动起来啊，这个活动受限，你跟着我做完一边，挑选你左边或者右边重的这一侧，跟着我做一下。做完以后，咱们自己感受一下，感受完就有答案，好不好？这个呢，我是带着大家一起去做，所以呢，我希望大家把这个视频啊收藏下来。收藏下来以后呢，就能够反复的观看，里面的细节是很多的，一定要记住啊。同时，你做完以后感觉有用的，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这样能够帮助更多的人无形之中做了一件好事。我们现在就开始来讲动作。那么肩3点呢，其实非常好找，也非常好记。我们只需要记住3个点，哪3个点啊？你看，把我们的5指张开，然后往我们的肩膀上面一放，看到没有？放上去以后，首先我们记住第一个就是我们小拇指的这个点。小拇指这里，你看画一条横线过来，这么一画一条横线，手这么一放，小拇指这里画一个横线。我们一般是取中间的一点。中间的一点，我们前后动一动，拨一拨。那么在前后拨一拨的时候，你会发现底下跳出来一条大筋，大家跟着我慢慢去做。找到这条大筋以后，咱们怎么样？慢慢的把力量增加进去。先是轻轻的拨，找到这个大筋了，有些酸溜溜的，然后再把这个力量渗透下去。渗透下去以后，再慢慢的前后拨，自己感受一下。越来越重，越来越酸，就这种感觉，我们去坚持多少秒？15秒钟，自己数15秒钟。我带着大家一起去做，就这样前后拨一拨，感受一下。有了这种酸溜溜的感觉，坚持15秒钟以后啊，我们就把手怎么样？做完了，把手抬一抬，感受一下。你会发现手抬起来的时候变轻了，感觉这个大石头一下子给卸掉了一半。但这个还没结束啊，你记住，肩膀上面3个点。是一个点管一个地方啊，然后我们找到一个点以后，我们再来找第2个点。第2个点在哪里呢？从侧面看啊，侧面看，手这么一放，记住我们食指的位置啊，因为我们每个人他的手掌扎开，它都是等身寸的，所以都一样啊。记住食指的位置，你这么上下拨，食指上下拨，感受一下。你再看我衣服的褶皱，食指的位置上面这个地方，你看是没有这个印的，没有小凹坑的。这个地方啊，食指的原来位置，再往下面一摸，你看到没有？衣服是陷进去的，它是有个小凹坑的。我们就把这个手是抠着这个小凹坑的里面，这个地方食指的位置，它就像一个房梁一样，一个房檐。我们手这么一抠，抠进去啊，就这么样一抠进去，抠进去以后，手臂上下动一动，前后动一动，不用管，我们只需要把手这样抠住它，啊，这样把它抠住，前后动一动，左右动一动，随便怎么动都可以啊，自由活动15秒钟，手只要抠进去就行啊，抠进去，自由活动15秒钟。活动完了以后，所有的家人朋友们啊，我们把手再松开，再活动一下，又轻了，这个石头又给卸掉了一大半。是不是感觉这个肩膀变轻了？有的朋友一活动，发现原来咯噔咯噔响了，它不响了，为什么？就是因为这2个点你找对了。咱们说肩膀上面3个点，每个点都会给你一个答案，是不是？拿到结果以后自己就有信心。咱们再看第3个点，手这么一张，往我们的肩膀上面一放，大拇指点的这个位置，看好，大拇指点的这个位置，咱们绕圈，啊。这个地方是哪里？这个地方准确来讲的话，你点的位置是位于我们肩胛骨。你没听错，肩胛骨是在后侧，对不对？怎么会在前侧呢？因为肩胛骨它有一个嘴巴叫做会突，尖尖的一个小圆头渗透出来，这个就是会突啊。你看手这么一放，大拇指绕一绕，慢慢的绕啊。如果说你没摸到也没有关系啊，因为有的人不太明显，他摸不到你就这样画圈。就这样画圈，摸得到的你就顺着这个会突啊，会是什么？鸟的嘴巴，啄啊，凸起的嘴巴，就这样去摸，就这样感受15秒钟啊，把这个点给它松开来，松开来以后，你再活动活动，
这个肩膀完全不一样呢？在整个过程当中啊，咱们有很多人啊会感觉在触及的地方有一些大筋，像条索一样的硬邦邦的。为什么？你记住啊，通则怎么样，不通则怎么样。所以呢，我们这3个点把它怎么样打开了以后，还有2根筋，咱们一定要记住啊。尖3点，再看一下啊，你看小拇指、食指、大拇指。就是这3个点，然后再看2条大筋，更简单了啊！手放在我们头后，这个时候你这么一抓，这个地方，这是胸大肌的筋啊，胸大肌的筋，拉着它上下波动啊，男女同志都可以去做啊，都可以去做，就这么上下去拉，拉多少下，就像拉这个小门铃一样去拉。拉多少下呢？你去拉一个10下、20下都行，捏住它，把它捏紧了。哎呀，一摸酸溜溜的。好，这个地方我们不多说。还有一个点是在哪里？这个点要重点讲一讲，是位于我们的后侧。你看，有的朋友手这么一绕过来，他能抓住这里有根筋，自己去抓。这是哪里？这是位于我们的背阔肌。那么大拇指点的地方呢？它是我们的肩胛下肌啊。为什么呢？你看啊，手这么一抬，肩胛骨展出来了，你们顺着腋下往里面去推，会推到一个硬硬的啊，手这么一放，它就滑过去了，就推不到了。手一展开，你就能推到一个硬硬的啊，就是这个硬硬的点。你如果说包不住这根筋，你就拿你的4个手指戳进去，这么转啊，转这个硬硬的点。你如果能包得到，你就把手这么包住啊，把这个大拇指往里面使劲的怼进去转啊，这么一包怼进去，这么你看大拇指在里面就这么转，转上多少秒？依然是20秒钟。包不住的就4个手指这么转，一样的啊，一样的。把这2条大筋松开，3个点打开，你再活动一下，完全不一样啊，完全不一样。什么叫完全不一样？如果你能够从视频前做到现在，你是能体会到这种感觉的。好了，讲到这里啊，咱们话也不多说了。这个方法好不好，咱们心里面都有答案。有了这个答案以后怎么办呢？你帮我做一件事，把咱们这个视频收藏起来，同时有用的打上有用2个字，给咱们的视频点上一个小小的赞。同时自己身边啊，如果有一些朋友这个肩膀啊不怎么好的，你把这个视频转发和分享给自己的朋友和家人。我是大伟，今天的内容就分享到这里了，感谢大家观看和支持。没有关注的记得关注微博，在其他人那里啊可能是不传之秘，在我这里都会毫无保留的分享给大家。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咱们今天啊来讲一下肩关节的弹响。那么关节弹响啊，其实顾名思义啊，就是我们在活动关节的时候啊，里面发生咔啦咔啦的声音啊。那这种弹响呢，它分为啊生理性的和病理性的。那生理性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一般常见于啊，我们比如说做一些活动的时候啊，它这个热身啊没有充分，导致了我们里面的滑液啊分泌的不够啊，导致了这里面啊就会有一些啊弹响。那这种弹响啊，你一般来说啊多做几次以后，弹响就慢慢消失了，这种是生理性的。还有一种呢，就是病理性的，就是比如说我在某一个角度啊，不管怎么样，我在一个角度一活动，它就咔啦弹一下啊，一声响声，或者呢，我只要一活动一弹响，这里面特别疼，那这种呢就是病理性的啊。咱们今天啊就针对这种病理性的关节的一个弹响啊来做一个分析。那么关节为什么会弹响呢？其实这个多半鉴于啊咱们的体位上面啊出现了问题。什么叫做体位问题啊？就比如说我的这个肩膀啊往前圆，你看我的这个肩膀一往前圆以后啊，那导致了我关节在活动的时候啊，它里面就会受限。不信啊，大家跟我做一个非常好玩的小试验啊，就是我们把肩膀啊往前移，肩膀往前移以后，你去活动你的肩关节啊。移到你的极限去活动你的肩关节，你会发现你的肩膀啊是完全打不开的啊，这就导致了我们这个肩关节啊活动受限。其实我们很多人啊都有一个肩膀往前位移的一个状态，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肩关节里面它是受到挤压压迫的啊。那么长此以往呢，就讲了一句话叫不通则痛，痛则不通啊，这里面就会造成了一些淤堵。那么相信大家看到刚才的讲解以后啊，对于肩关节也有一个进一步的认识。在这里啊，我再教大家一个非常好用的小知识啊。就是啊，我站起来啊，站起身以后啊，大家看，我们自然站直以后，手下垂，然后呢，你去看你的拇指的朝向啊。那有的朋友呢，他这个手啊下垂以后，他的拇指的朝向是朝到正前方的。那么有的朋友呢，你去看啊，他如果说这个肩膀啊，他只要一变化，他这个手啊。手背就会朝着前方，那么这个时候啊，就一定要注意你的一个肩关节了啊。
那么咱们这里呢就讲一下，如果说你发现你的肩关节有弹响，或者呢你感觉你已经有体位不正了，但是还没有出现弹响，但是肩膀总是不舒服，我们应该怎么办？教大家一个非常好的小动作。这个小动作真的是非常管用。你只要在家里面做一做，慢慢的你不单单是体态会变得更好，同时呢，这个肩膀这个肩关节的弹响也会有个明显的修正我们怎么做呢？双手这个你像我一样你看做这个动作把手举起来，然后做这个动作，手一往外撇就感觉被人撇着手一样，你自然而然的就会把胸挺直。大家从侧面看一下，这个是比如说我腰是弯着的，然后我一做这个动作，我胸就挺起来了在这个动作之上呢，我们要去活动荡秋千知道吧？你看一举到最高举到最高的点然后往下看，再来二举到最高。在整个过程当中呢，我这个手角度是不变的，一直保持是夹紧永远是看一手肘是往外撇的，二三四一定要推到你最高的点，五六，注意这个细节往上推的时候你这个手一定要是撇过来的，你千万不要你一往上推手就这样了，手这样的话它没有撇的话它是没有什么效果的一定要撇过来继续做。咱们在做的时候，很多朋友你可以跟我一起去做，你去做一个10下到20下，你会发现你的后面还有包括我们的后背都会有明显的酸乏的感觉。这个就是让我们的肌肉得到了彻底的刺激，同时呢让我们的肩关节的关节腔被打开，让我们的体态回归到一个非常好的位置。咱们这个动作呢也不要做多，每天你去做一个30下到50下左右，累了以后呢就休息一下，做个30下到50下，坚持一个3到7天慢慢的你就会发现体态慢慢就修正过来了，而且这个弹响声慢慢的越来越小越来越小，然后慢慢就没有了。这个动作非常的好，希望大家分享给身边的朋友和家人。我是大伟，今天这么好的动作分享给你的，大家给我的视频点赞评论这个加个关注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肩膀是我们身体当中最容易受损伤的关节之一，很多朋友年龄稍微大一些的这个肩膀上面都不太好。有些人呢是这个关节里面发酸发胀，有一些人呢是抬起来以后感觉没有力量，或者他往上一抬的时候里面就感觉在磨着擦着，特别的难受。今天我来教大家找一个咱们肩膀上面的原始点。这个原始点可以说是打开我们肩膀上面的一把非常重要的钥匙。只要把这个点给打开，然后你的整个肩膀马上就会感觉特别的轻松，而且你能感觉到里面这个活动起来非常畅快。那么话也不多说，直接把这个动作教给大家。大家如果感觉动作跟着我做完有用的，一定要在评论区打上“有用”2个字，帮助更多的人。那我们来讲一下这个原始点在哪里。首先我侧过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点位非常的好找我们手就这样，你看平着，你看就这样轻松的搭在我另一侧的肩膀上，你看很轻松的这样搭上来。然后呢，我们找小拇指你看手一伸，找到小拇指的这条线，在这条线上你去来回的，你看这样揉一揉，推一推你会发现这条线上面有一个点非常的酸，非常的胀，比其他地方都敏感。一般来说就是在我们这个肩膀宽度的中间你去找你可以上下微调，左右微调，直至找到这个酸痛的点找到以后，我们手就像我这样潜入进去。潜入进去怎么样呢让我们手你看转圈大家看我们自己做的时候手是垂下去做的像我给大家演示的话，我手抬起来大家看得更清楚。你看按下去以后，手来回的转，你看先反着转，然后再正着转如果我做的话就这样，你看反着转正着转，就这样把手来回的转。为什么要这样转呢？其实当我们手点进这个原始点的时候呢，那我们通过转我们的手臂，就把里面一些堵着的一些经络包括一些不通的气血给它通畅开来了。所以呢，你们在做的时候会发现，随着我们的转动会慢慢的感觉里面的感受会有变化。有些朋友由酸痛变成了刺痛，有些朋友呢由酸痛变成了酸胀，都是正常的。咱们就这样反复的转，正常的话我们转上10圈左右左右算1圈，
转上10圈以后，你看2个肩膀来回抬起来看一下，活动一下，你会发现整个肩膀啊做过了就会非常轻松。那么我们左边做完啊，右边一样的，你看手往这儿一放，放完以后小拇指啊这条线，你看小拇指的这条线，找到这条线以后，我们取中间的点啊，上下左右偏移啊，找一个最疼痛、最敏感的点，好，找到以后按进去来转，啊，就这样啊。非常的简单，也非常轻松。只要你们记住了这个方法啊，先去找点啊，找完点以后转手，按进去转手就可以了啊。就这样，我们做完了以后，2个手活动一下，会感觉非常轻松。这个方法非常好啊，分享给大家，希望能帮助到大家。那么也希望大家可以把这个方法收藏起来，转发给更多的人，让更多的人啊知道这个好的方法。我是大伟，专门为你分享独特的养生健身内容，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咱们说肩膀上面有一道无形的门槛，很多人啊到了50岁以后啊，肩膀上面就会出现啊酸痛啊、僵硬啊，这个关节的灵活度啊大幅度下降啊，这个肩膀啊疼得日夜疼啊，非常难受啊。对于我们肩周不好的、有肩周炎的朋友们，今天啊给大家分享一个非常好的小动作，可以帮助你缓解很多我们肩周上面的一些问题，同时呢能加速我们肩周的一个循环。做完以后啊，你就会明显的感觉肩膀轻松很多。所以呢，如果你感觉这个视频有用，一定要在视频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并且一定要把这个视频啊收藏下来，以免以后啊找不到了。好了，我们话不多说，直接来讲一下动作怎么去做。这个动作做起来非常的简单，我们拿左边的肩膀举例啊，假设我的左边肩膀啊不舒服、僵硬、难受，里面啊酸酸胀胀的，那我们就以左边肩膀为例子，把左边的肩膀啊先这样抬起来啊。用手扣住我们这个另一侧肩膀的后侧啊，这样，然后另一只手呢，你看交叉过来啊，搭在我们左边肩膀上，形成这样的一个姿势啊。大家看这个姿势做好了以后，我们开始要进行发力，怎么发力呢？我的右侧手要把我的左侧肩膀往后去拉啊，你看我的手啊，你看没拉之前是这样，我只要一用劲，你看手明显就往后往下了，是吧？我们要往后去拉。保持到一个极限以后，你感觉你的肩膀啊已经被拉的已经到极限了。好了，我们就保持住这样的状态，然后做一个什么呢？你看啊，一转啊，你的整个身体啊转，看画一个圈，一啊，这个手臂啊可以往上抬，尽可能往上抬，画一个圈，二啊，就跟我这样去转就可以了，三啊，速度不用快，四。转的时候啊，你会明显的感觉到你的肩膀啊，就是我们这一侧的这个整个肌肉啊、筋啊，都会有一个极强的一个牵拉啊，它这个环绕度啊是非常大、非常广的，可以说360度没有死角的给你里面的筋啊做了一个放松牵拉啊，让里面的代谢循环增加。看4，我们就这样做啊。5，如果很多朋友做的时候没有感觉，你可以把手这样。啊，这样它强度会更大啊，就这样，把手这样夹着往后拉。6，啊，身体一定要转。7，啊，我们就这样，一个肩膀啊转10圈啊，好。8，好，我们再做一下。9，好，转完以后来活动一下你的肩膀，感受一下。你会发现这个肩膀啊特别的轻啊，就像没有了一样，这个肩膀就感觉轻飘飘的，很舒服啊。这个呢就是今天教大家的一个动作。我们换另一只手也是一样，你看抱住啊，这个手啊一扣过来啊，我们可以选择这样的姿势，也可以这样搭住，都可以。但是有一个前提条件，就一定要在这个姿势之下，我们这个手啊要用力，给它啊这个肩膀啊要有里面有一定的充分的伸展的感觉。好，我们来转圈的话，我们你看这样去转，顺时针啊、逆时针都可以啊，看你哪个感觉强，你就往哪一侧转啊，都可以。好，我们就这样转一下啊，你会发现啊，如果你的肩膀啊劳损度啊非常厉害，那么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感觉给你的回馈也会非常厉害，这都是正常的现象啊。我们要转完了以后，再活动一下肩膀，会非常的轻松，而且你能明显的感觉到里面的循环代谢变得比原来更好一些。这个动作啊，我们日常当中每天去做上一个10下到20下啊，做完就可以了。好了，今天的视频啊，我就分享到这里。没有点赞的给视频点个赞，没有关注的一定要关注大伟一波，因为大伟每天都会给大家分享一套最完善啊、最实用的养生小知识啊，谢谢大家。
大家好，我是大伟。肩膀不好啊，非常受罪。咱们的肩膀啊是一个非常灵活的关节，但是，一旦肩膀上面出了问题，你会发现生活当中很多事啊都受影响。比如说，想抬手抓个东西，手一抬，啪，里面特别的疼。或者呢，日常当中啊，想跟人跑跑步，活动活动，哎，一活动发现里面嘎啦嘎啦响，特别的难受。总之，只要肩膀不好，原来能做的一些事啊，慢慢的你会发现啊，做起来特别的困难，甚至要用身体的其他部分去代偿才能完成这件事。那么今天啊，咱们就着肩膀不好啊，关节灵活度下降啊，肩膀里面酸胀，我们来讲一个解决的方法。这个方法啊，非常的好，也非常的实用，希望大家把这个视频先收藏下来，以免以后一划走找不到了。如果跟着我做，感觉有用的，一定要在视频下方评论打上“有用”2个字，这2个字啊会帮助更多的人。好了，我们来说方法怎么去做。这个地方啊，我们只要找到一个点就行了。这个点在哪里呢？啊，就是我们啊这个手放往肩膀上面一搭，你看自然这样一搭，然后小拇指所在的这个位置啊，小拇指所在这个位置啊，我们取小拇指的中间的一点啊，这个点就在这儿啊。那么我再给大家演示一遍啊，我们正常去找点的话，就是这样去找会比较别手。我们怎么做呢？你看我手啊这样啊往这边一搭，这个点不就过来了吗？我们手自然放在我们的肩膀上面，取小拇指，你看手放在上面，小拇指这条横线啊中间的一个点啊就在这边。这个点啊非常的重要，我们用哪里给它进行一个放松呢？我们用我们的大拇指这里啊，大家看啊，我们的大拇指这里，我手指的位置啊，把手啊这样看包住，你看包住以后，用这里像小锥子一样的啊扎进去啊，先找位置，小拇指中间一点，好，大致的位置就在这儿，然后你轻轻的点上去，来回划2下，你就知道点找对了以后，里面是又酸又胀啊又疼啊，我们找对了以后，来回的你看。划一划，如果感觉点找到不对，我们就是什么呢？左右移一移，前后上下左右移一移，你就能找到那个点是特别明显的啊！只要一放上去以后，特别的酸，特别胀，而且呢，你的这个肩周啊越不好，它这个点啊就越明显啊。我们就这样画圆圈啊，画多少下呢？画是一个20下到30下啊，点进去，你看就这样快速的画啊，就这样就可以了啊。然后20、30下过后以后啊，咱们不急着把那一面做好。这是什么呢？把这个手啊，你看就这样上下的举一下，你会发现啊，当我们做完一条手以后啊，你去上下的去摆动我们的大臂，你会发现这个膀子啊特别的轻松，完全就放松下来了。所以呢，如果你肩周不太好，你就找这个点啊，然后那边也一样，你看手往这一搭，把这个点完全的抱住出来。这个手呢，你看一搭上去以后，小拇指所在的位置，我们刻一条横线，取中间的一个点啊，然后。这个小锥子啊，就锥进去。你看，如果我在上面，哎，我揉不是很疼；下面我揉也不是很疼。找对点以后，哎，特别的酸，特别的胀啊。然后就30下到50下啊，我们做20下也可以啊，具体看个人啊，这个都没有讲究啊，你自己数就行了。好，做完以后再活动一下，哎，发现这边也马上就轻松下来了啊。这个方法就是非常的好，大家跟我做完了以后啊，别急着关视频，身边如果有肩膀不好的人，把这个视频啊转发给他，你的一个小举动啊，会帮助更多的人。好了，我们的视频啊就到这里了，我是大伟，没有关注的一定要关注一波，每天分享一个非常专业的养生小视频。好，谢谢大家。